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皇家蓝色不健康频道。隔离，这是一个让人心惊胆战、血脉扩张、惶恐不安的词语。它意味着我们没法正常生活，没法正常沟通，更没法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但隔离总有一个期限，你不可能一生都隔离，对吧？对吗？不对。如果就连你呼吸的空气都能把你干趴下，那么你就不得不一生都被隔离起来了。这是一个假设吗？也不是，因为真的有这样的人，一生都生活在自己的隔离泡泡屋中，无法与世界接触。这便是泡泡男孩大卫的故事。1971年的9月21日，大卫从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儿童医院出生。一般的婴儿都会被送去婴儿房，由护士集中照顾，享受着护士小姐姐双手的温柔安抚，简直爽到飞起。但大卫却没有这样的福利待遇。刚出生不到20秒，他就被送去了一个无菌的隔离泡泡房中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他患有罕见的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疾病，也叫做 SCID。免疫缺陷病有很多，比如我们熟知的艾滋病，而这就是其中最严重的一种终极大 boss。生物不及格的都知道，人体有3道免疫防线，第一道是人体的皮肤和黏膜，第二道是体液中的杀菌物质和吞噬细胞，第3道则是最后的防线——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。其中淋巴细胞是第3道防线里的重量级杀手，外来的病毒细菌通通给你狗头打爆。然而得了 SCID 的人却没法正常生成淋巴细胞，他们的 T 淋巴细胞、B 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的总量远远少于正常人，这使得他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就像白纸一样，一戳就破。别人得病是破防了，而他们直接就没有了防。空气中的任何小小的病毒细菌都有可能入侵他的身体，并要了他的命。对于他而言，连呼吸大自然的空气都是致命的。真正的空气有毒，这是一种遗传疾病，患病率大概在10万分之一到5万分之一左右。治疗方法也不是没有，而通过移植骨髓干细胞治疗，匹配的骨髓干细胞可以在他们体内分化出免疫细胞，弥补其自身的缺陷。但这种方法在当时并不成熟，还在试验阶段，所以死亡率几乎相当于100%。在之前得了该疾病的婴儿中，没有人是能撑过几个月的。那么既然这是一种遗传病，为什么他的父母没事呢？因为 SCID 是由 H 染色体基因缺陷引起的，是一种半 X 隐性遗传疾病。大卫的父亲是没事的，但他母亲的其中一条 H 染色体却有问题。由于是隐性遗传，所以母亲并没有发病，只是携带着。他们生下的女孩最多也只会是携带着。大卫有一个姐姐叫凯瑟琳，她就没有任何问题。但如果他们生下的是男孩，那么就有50%的几率会患病。这个学过高中生物的都懂不懂的赶紧去问一下体育老师。大卫的出生其实跟他的哥哥有密切联系。在大卫出生之前，他曾经有一个哥哥叫大卫·约瑟夫，跟弟弟一样，刚出生他就患有 SCID， 只活了7个月就夭折了。虽然父母已经有一个健康的女儿了，但这不够，他们想要一个男孩来继承他们的家族，因此决定再次怀孕。在怀孕时，医生就已经提醒过他们了，如果出生的是男孩，那么他将会有50%的几率会患病。但同时，医生也表示，即使患病了，也不一定就完蛋，因为他们相信，随着日后相关研究的深入，他们可以利用他姐姐的骨髓移植进行治疗。同时，他们承诺可以提供一个无菌的环境，让他们的孩子免受细菌威胁。父母俩听到之后感觉有戏，应该不会这么巧梅开2度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于是他们决定要把他生下来。另外，由于他们是天主教徒，天主教是不允许堕胎的所以他们别无选择。结果呢没想到他们赌输了，出生的是一个患病男孩。而更加不幸的是，经过检测发现，他姐姐凯瑟琳的骨髓并不匹配。怎么说呢既是男孩也患病了，还他妈不匹配？这就像被医生反向毒奶了一样属实是简易 buff 叠满了。最后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未来的治疗方法上了。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打造一个无菌的泡泡房保住他的性命。从进入泡泡房开始，大卫就像与人类隔绝了一样，每天他都只能隔着一层塑料跟其他人接触，看得见却摸不着。由于泡泡房是通过空气压缩机进行充气的，声音比掀背还要吵，导致他跟别人交流也变得异常困难。为了防止外界细菌的入侵，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要经过一套最严格的消毒流程，把物体放在充满环氧乙烷的气体室中，在60度的高温下放置4小时杀菌，然后经过
1至7天的冲洗流程，除去还阳乙烷之后，才能送到大卫的手里。而他吃的食物也仅限于罐装婴儿食品，因为这些食品已经经过消毒并密封在罐子里。为了让儿子能跟其他孩子一样过上正常的学习生活，父母还给他请了专门的私人教师进行上课。然而他对世界的认知却没法跟常人一致，比如他无法理解风是什么，并且他认为世界是平的。他看到的泡泡房之外的东西都是二维的，这都是因为大卫无法离开这个泡泡房。于是，在其人上人父母强大财力的支持之下，他们在家里也建造了一个无菌房和额外的运输室，这样大卫就可以在医院和家之间来回移动了。所以，其实大卫能这样幸存的原因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家境优越，一般的家庭是承受不起这样的照顾费用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类似的患病婴儿都撑不了多久的原因。他是特殊的，也是独一无二的能活着的病人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大卫的幸存奇迹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。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摄制组过来采访和记录，蹭下热度，并给他取名叫泡泡男孩。这个名字死后也成为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被观众监视着的大卫似乎变成了一个楚门的世界式的人物，所以这其中也引起了一些争议。有人指责他的母亲，说他剥夺了孩子的自由，认为把他关在笼子里是残忍的。所以就应该把他放出来，让他受死是吗？这操作怎么似曾相识？善良的动保组织皮塔不就做过吗？大卫的事迹同样引起了拉萨的注意。为了让他可以更加自由的活动，在他5岁的时候，拉萨给他定制了一套价值$5万的专属宇航服，穿上它，大卫就可以离开泡泡房，进行一些曾经望尘莫及的活动，比如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可以朝着同一个方向步行6步以上，第一次跟姐姐在外面玩耍，第一次主动跟其他孩子接触，还有第一次看清楚外面的世界是不是二维的。只不过这一切活动都需要连着一根2.5米长的管子和一套无菌设备，并且每次穿上它都得完成24个连接步骤和28个穿戴步骤。所以即便这套宇航服可以让他逃离自己的泡泡世界，但仅仅穿了7次之后，他就被放在旁边吃灰了。回归泡泡房生活之后，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可环境没有变化，随着年龄的成长，他的心态却发生了变化。他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常人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不单单是自己的疾病，还有自己的生活。这一层薄薄的塑料膜像是隔着2个世界。他曾经向心理医生抱怨过，感觉自己被关在了笼子里，像野生动物一样被对待。而且面对自己的处境，他有时会表现出反抗和愤怒的情绪。另外，在泡泡房里，他也不是绝对安全的，因为在人体细胞增殖过程中，偶尔也会出 bug， 产生一些病变细胞、癌变细胞。当这些细胞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也可能会对他造成威胁，进而导致我杀我自己的情况。所以大卫只有一条别无选择的道路，走出泡泡房。他不可能在这里一直活到90岁，但这条道路要等到何时，或者说能不能等到呢？在他过完12岁生日的1个月后，希望终于来了。1983年10月，医生们给他的父母带来了一个惊天好消息，他们研发了一种新的技术，不需要骨髓匹配也能进行骨髓移植。虽然这项技术仅在少数患者身上进行过试验，不知成功率如何，但大卫的父母还是决定给大卫试一试，说不定搏一搏单车就变摩托了。于是在所有人的见证下，大卫进行了手术，移植了他姐姐的骨髓。当医生从手术室出来且面带微笑时，他们意识到手术成功了。是的，手术非常顺利，大卫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。这意味着这一天终于要来了，他终于可以走出这隔离了他12年的泡泡房了。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幻想。仅仅过了4个月之后，大卫病情突然恶化，被送进了 ICU。怎么回事说好的一切顺利了？经过检测发现，原来在姐姐的骨髓里面含有一种休眠者的病毒——爱泼斯坦巴尔病毒。这种病毒在移植前无法被检测，结果移植后在大卫的身体里觉醒了，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，导致他患上了淋巴癌。结果如大家所想的，大卫确实走出了泡泡房，只不过不是前往崭新的世界，而是被送去无菌病房进行治疗。这也是大卫自出生以来第一次摸到了妈妈的手和亲吻，时隔12年。只可惜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在经过了2周的全力抢救之后，
1984年的2月22日，大卫最终还是没能挺过来，被癌症夺走了性命。泡泡男孩的故事从此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无法忘却的回忆。为了保护隐私，大卫·维特这个真正名字在他去世10年后才被公之于众。大卫的出生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？这是不少人争论的焦点，因为当时医生读的是未来，一个不确定的结果。他们预测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是可以找到治疗方法的，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，如果找不到会怎样，孩子将要面临怎样的生活困境。一直留在泡泡房里吗？有人说如果大卫晚20年出生的话，或许可以得救，因为到那时候已经有基因疗法了。确实，基因疗法的诞生给此类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，但基因疗法始终面临着一个伦理问题。毕竟改变基因在某些人看来总是跟阴谋和邪恶划等号，特别是在西方国家，这种反对声音尤为强烈。上帝给人类创造的东西，你凭什么改变？你是不是不喜欢上帝？叛徒滚出地球！其实，在大卫的故事引起媒体关注之后，已经产生了伦理问题了。一方面他是病人，另一方面他也是临床研究对象，因为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患者可以这样活着。免疫学家可以了解到 Ski 是如何抑制免疫系统的，血液专家可以了解到无菌血液的特性，心理学家也能了解到物理隔离对人类带来的影响。这导致了某些人对此产生了抗议，批评他们把大卫当成小白鼠做人体实验研究。我不敢否认当时的医生没有类似的想法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大卫的出现确实推动了医生们攻破 Skin 癌症的进度。他们可以确定当年骨髓移植的方向是正确的。如今从婴儿脐带中取出婴儿自己的骨髓细胞，便可得到完美的匹配。即使骨髓不匹配，在出生后3个月内进行骨髓移植，也能有90%的治愈率。如果在怀孕期间检测出 Ski 的话，还可以在母亲体内直接进行骨髓移植，这样婴儿一出生就能有一个完整的免疫系统了。只要发现和治疗及时的话，如今 Ski 的治愈率几乎可以达到100%。这些技术改进后带来的成果，少不了大卫在背后出了一份力。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他一样在泡泡屋里成长，且现在及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大卫的泡泡人生是一个悲剧，他还没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，但他给医学带来的进步是世界所不会忘记的。他的母亲曾经说过，即使大卫没法长大并成为医生，但他如今仍在帮助人类。这个故事有一个开头，有一个发展，但它还没有结束。这便是大卫留给世界的遗产。好的，那本期真绿色健康频道就到这里了。老规矩，点赞关注，解锁更多绿色健康故事。这里是你的男朋友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